还是不行，那我们就要找一找原因了啊。先是触发了 idle 动作，我们会先播放一个动作，之后呢，当动画完成之后，它开始了移动。移动的时候它会找到当前的第 n 个元素，然后来开始移动。与此同时，我们看一下它是否还会走到这个 hit 这个位置。理论上它一定是会过来的，因为它已经打印了这个操作。但是呢，它的动画并没有顺利的播放，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用额外的关键字，缺少了一个额外的关键字啊。那这里我就不用打断点了，我们再试一次。但是创到这儿之后呢，按照我们刚才的想法，它应该立刻的往回过头继续的去做但是它没有。所以当它move的时候，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当它发生了碰撞的时候，这个碰撞的动画播放完成的时候，它就应该去 idle 动作了。在 idle 动作里边，我们又给它置为空，因此呢，它不会这个地方的 return 就多余了。回到这个位置，这样继续来看。还是没有回来的原因是突然又回来了，有点匪夷所思啊。在这个位置它播放这个动画无论是播放哪一个动画，当这个动画播放完成的时候，我应该触发这个 idle 动作，回到 idle 的位置，但是它显然没有，因为在这个位置它会多次的播放这个多次的去检测这个是否碰撞，它会打印多份而我们只希望打印一份。在这个位置，当它完成碰撞的时候，我们就让它速度，它的这个方向置为 0不再移动。试一下，发生碰撞，它的速度为空了，因此它不会触发更多的打印只触发一次，以此呢来实现我们现在想要的这个效果。我们看一下它能否去推我们玩家发现是可以的。那另一件事情就是，当它把我们玩家推向墙面的时候，我这是卡在墙里了。当把我们玩家推向墙面的时候，如何判断这一时刻，并且呢让它把我们玩家给杀死，这个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关掉它，在关卡里面我们可以编辑剩下的2个，让他们也按照我们预设的方向来行动。我们希望它向上移动，向上移动是 y 方向-1，向右移动是 x 方向的1，再向下移动就是 y 方向的1，再向左移动就是 x 方向的-1。再来看第4个，第4个也是4个方向的移动，分别是向下移动 y 方向的1，向左移动 x 方向的-1，向上移动 y 方向的-1，和向右移动 y 方向的x 方向的1。运行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哪一个方块它移动的方式和我们预想的不是一样的发现没有，整个的移动方向还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呢，有什么方式能够判断在这个时刻当前他把我推到这个墙里面呢？就是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按照老李我的一个相对朴素的认知我的一个思路是这样的：我们可以使用一个 array2D 节点，当这个石头和这个墙发生碰撞的时候，那么去设置它当前这个 array2D 的范围，大概在这个墙和石头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如果玩家当前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就说玩家被拍扁了，否则的玩家不受它的影响。大家理解我说的这个含义吗？我们可以试一下这种实现方式。回到这个里边给它添加一个 array2D 节点，在这个 array2D 下再添加一个形状 collision， 这个形状可以使用一个矩形，改一个颜色一个红颜色。它的大小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形状的大小我们改变一下，差不多这么大吧，可以这么设置让它这么大。向上碰撞的时候它的位置在这儿，向左的时候在这儿，向右的时候在这儿，向下的时候在这儿。我们可以在 Animation Player 里边去设置一下，向下的时候让它在当前这个位置，向左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向右的时候在这个位置，向上的时候在这个位置。这样呢，添加好之后，我们回到这个伤害这个方法在这个位置，当这个动画开始播放的时候，我们就让它获取，用一个 for 循环吧，获取这个 array2D 的所有的当前可以获取到的对象获取到它当前所有的产生交互的 body。 如果这个 body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 die， 我就让它调用这个 body 身上的 die 方法，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被砸扁。
我们到游戏里来实际的体验一下。我们没有被杀死啊，而是被搞到了这个墙里边啊，很烦。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啊，在它发生碰撞的这个地方，测试一下这个区域。现在它断点断到这个位置，如果这个区域有带方法，我们回到这个位置吧。它在每一帧都会去执行啊，都会去判断。这个显然也不符合我们的实际需求，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修改它啊。但是修改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啊，能否到这个位置。这个它和我发生碰撞的这一刻，很显然它没有到这个位置啊。它所有的发生碰撞的对象，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 real2D。有同学说是不是这个 real2D 它和我们玩家的区域没有办法产生关系？但实际上是它的 mask 是第一层，是代表着玩家的，所以我们这种方式看来不行了。那我们另一种实现方式就是在 Animation Player 里边啊，默认的是禁用掉它，而在 Animation Player 里边啊，我们给它启用，开始的时候启用2帧，然后继续禁用，在每一个 hit 方法里边都以此来操作。这样呢，默认的情况下，这个 real2D 是禁用的状态的，只有在它撞击的这一刻才是启用的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要说这个区域有任何 body 进入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如果这个 body 它有一个方法的名称叫做 die， 那我们让它调用这个 die 方法。这样再来试一下，运行它在这儿，似乎就可以完成杀死我们玩家的这个效果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我当前在上面的这个时候啊，它也会和玩家发生交互啊，看起来像是一个 bug， 对不对？那类似这个问题呢，可能就需要针对性的去修改，或者如果有同学有更理想的实现逻辑的方式的话啊，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那么这个就是我能够想到的目前的一个实现方式。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的全部的内容了。如果大家觉得老李的视频制作的还可以啊，对你确实有所帮助的话，也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投币、充电、关注等等等啊。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可以来老李的知识星球，在知识星球这个平台里边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啊，无论是在他的网站还是在他的 app 上面都是可以的啊，来加入进来，成为老李我的铁杆粉丝，支持我全职的来制作哥多引擎的视频教程。好的，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我是老李，一个游戏人，除了游戏我也不会别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加油，拜拜。